我是张学良，曾经手握30万重兵的军阀少帅。1901年，我生于奉天，张作霖的长子。我从小在权力与荣誉的庇护下长大，在我父亲的影响下，我18岁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。1年后，以炮兵科第1名的成绩毕业，并出任东北军第3混成旅第2团团长。不久后又荣升旅长、师长。1922年，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，我率领奉军第3混成旅成为唯一一支在直奉战争中取胜的部队。1924年，我率领奉军第3军突破山海关，直捣北平，直系全面溃败，从此退出历史舞台。那年我23岁，一时间我威名远扬，名声响彻东北，所到之处必有赞美和丰盈。哎呀，汉卿，来坐。战争之余，我去过欧洲学习，也去过日本考察。我不仅思想先进，生活方式也十分风流，但风流倜傥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。1928年，随着黄固屯的一声去向，历史就掀开了新篇章。父亲离世，我痛不欲生。而后，在父辈的推举下，我继任东北军总司令。那年我仅有27岁。东北这辆满是疮痍的列车该开往何处？我是有待被指点迷津的少年人。坐在父亲曾经的位置上，笨拙地学着父亲生前的口吻与做派，不禁想起父亲时常教导我时的苦口婆心。那时的我年轻，不以为然，而当我真正坐上他的位置，我恍然，我高父亲半个头，父亲高我半昆仑，也是平生往事涌上心头，悔不当初。当时的东北想要图存2条路，其一是与日本人合作，在东北建立伪满政权，然而日本与我有杀父之仇，我恨之入骨，绝不愿与其合作。其二是改其意志，归顺南京政府。本着爱国主义情怀，也经过多方权衡，我严词拒绝了日军拉拢，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，东北军加入国民政府阵营。再后来1930年中原内战爆发，蒋介石与反蒋联盟纷纷拉拢我，都许我以重利，但我深知他们都是不可信的。蒋介石曾在中东路事件上让我孤立无援，而反蒋联盟也不过是想借内战谋取私利。虽然我与老蒋素有矛盾，但比起个人得失，我更不愿看到国家在内战中分崩离析。加之蒋介石加大谈判筹码，我选择通电全国，亲率30万东北军入关，武力调停中原内战。入关途中，我沿途占领了大半个中国，自此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顶峰。然而正处于人生巅峰时刻的我，又怎会料到在短短1年后，918事变将会爆发。在918事变以前，我本喜万里，势不可挡，只要我做不成的事情，别人也不可能做成。在918事变以后，我所有的骄傲化为了乌有，从年少有为，人人称赞的旷世奇才到万人唾骂的千古罪人，只需要一个夜晚。1931年9月18日，918事变爆发。由于我判断失误，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，导致东北多地被日军占领。5个月之后，东北全境沦陷，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。东北在我的手上以这样的方式丢了，我是这个民族的罪臣，万死难辞其咎。再后来，我奉蒋介石之命转战西北，出任剿匪副总司令。然而我带着几十万东北军背井离乡，为的是有朝一日能从日本人手里收复故土，夺回东北。所以我不愿意放着日本人不打，去打自己的同胞。我夜不能寐，思考了无数个日日夜夜，最后我决定赌上自己的政治生涯，甚至生命，和杨虎城一起在西安兵谏蒋介石，逼起统一战线。自古以来，挟天子以令诸侯者鲜有善终，我也不例外。说我是爱国将领，我实在愧不敢当。我就是想坚持一些我认为对的事，至于后人如何去评判我，我全部接受。我这一辈子活过30个不同的春秋，往后70年都是在重复那年的萧条。我出生于军阀家庭，乱世立命，靠真刀真枪杀出来的铁血军人。少帅鲜衣怒马，错信郭松龄，怒杀杨雨婷，误判局势，成千古罪人。兵谏委员长力求统一战线，命运多舛是恩赐，如白雪过境，斑驳了我的过往，勾勒了我的岁月。我所有的命运最终折页在36岁的冬天。从此以后，世间唯有张学良
再无少帅。